除了军事上派海空力量绕行日本列岛威慑日本，经济上我们可以联合开发南千岛群岛之外，还可以从落实联合国的宪章或决议着手。日本呢，作为战败国，是应该接受战胜国的驻军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暴民说。这一期节目的话题是俄罗斯强硬的反制裁措施令日本傻眼。3月22号外电报道由于日本不知天高地厚，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俄罗斯将日本列为不友好国家的名单，并采取了反制措施，退出了与日本的和平条约的谈判，并冻结了日本与南千岛群岛的经济合作的项目，同时批准在南千岛群岛设立经济特区，准备向中国、韩国招商引资。可以说这个决定呢，真是让日本痛彻心扉呀，是十分的气恼却无可奈何。日本这些西方世界的附庸，现在有些忘乎所以了。乌克兰之所以战争加深，完全是因为乌克兰的亲美政府投靠美国，听信美国的唆使，变本加厉地残害境内的俄罗斯族人，挑衅强邻。可怜的是乌克兰的普通老百姓被无能的国家领导层害惨，国民生活社会运行被完全摧毁，甚至连春播都无法进行了。日本呢，则是在战争爆发之后，趁着俄罗斯无暇东顾，试图捞一把得利，让俄罗斯把南千岛群岛让出来。日本作为二战的永久战败国，一方面追随美国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另一方面竟然打算凭着口舌之力从俄罗斯内里争夺领土领海，大概是忘了普京的表态那就是有本事你就来抢。日本落井下石，俄罗斯岂是好惹的？根据报道日本对俄罗斯的76名个人、7家银行和12个机构实施了制裁。于是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俄罗斯不打算继续与日本就和平条约进行谈判，并且出台了强硬的反制裁措施。俄罗斯呢，对日本没有什么依赖性的，两国虽然一直在讨论开展石油天然气的贸易，但是因为管道走向问题、建设成本问题、是不是邀请中国加入的问题，一直都没能够达成共识，所以俄日之间的石油天然气的贸易也没开展起来。这样的话呢，俄罗斯在中断对日谈判的问题上基本上就没什么牵挂。于是岸田文雄政府就傻眼了他指责俄罗斯的反应是极其不公平或完全不可接受的，还表示日本必须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坚决继续制裁俄罗斯。可以判断无论是岸田文雄还是拜登，都不会就此罢休，一定会在东北亚方向继续给俄罗斯制造麻烦，牵制俄罗斯的兵力和精力，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上有所顾忌，有所分心。不过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要想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从这个战略方向上牵扯俄罗斯的后腿，其意图恐怕难以得逞。因为在东北亚态势跟欧洲是完全不同的。在欧洲方向，俄罗斯或许只有一个弱小的盟国，也就是白俄罗斯。那在东北亚呢，俄罗斯可是拥有一个可以将后背交付给对方的友好国家。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中俄海军舰队联合编队就曾经高调穿行了日本的津轻海峡。日本当年临海划界的时候为了方便美军从太平洋进入到日本海对抗打击前苏联，把津轻海峡算作是公海，如今作茧自缚有苦难言呢。中俄联合修理日本，工具箱里有的是工具，除了军事上派海空力量绕行日本列岛威慑日本，经济上我们可以联合开发南千岛群岛之外，还可以从落实联合国的宪章或决议着手。日本呢，作为战败国，是应该接受战胜国的驻军的。当年联合国的宪章授权中国派兵进驻日本，但是蒋介石政权为了打内战呢，放弃了在日本的驻军。美国又施展伎俩威胁苏联放弃驻军，还设法赶走了英国的驻军，此后独占日本驻军权是几十年。这个事实是不符合联合国决议的，中俄完全可以提出重新讨论在日本驻军的问题。1946年的苏联没有力量同时顾及欧洲和东北亚，新中国当时还没有成立，
如今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了这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完全可以和美国正面的硬刚。当然了，重新驻军日本问题是一把刺向日本小心脏的尖刀。日本不是玩忽所以吗？找点事儿让日本闹心，估计他就没有心思惦记中国的钓鱼岛、东海划界，还有中国的南海问题了。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